从第一次遇见你开始，我就喜欢你了。没错，后面的词语念作奥卡梅拉卡基波克，只意为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。用在这里，则是指有口难言的状态。差不多，不过更常见的翻译是爱尚未言明。能在短时间内学到这个程度，已经很厉害了。在我看来，语言是经验的载体。一个人说话的方式和习惯，往往反映了他过去的经历。想要完全了解一个人，绕不开了解他的语言。同样，族群的历史也会体现在语言的变迁上。非语语是门古老的语言，熟练掌握并不容易。是我不该带古诗集给你，这算是我的私心，但对初学者或许并不合适。不如下次我们学点别的。写比喻句，爱尚未言明，如同酸涩的果实，任汁液流经。我说，这句比较复杂，我慢慢念给你听。还有，也谢谢夸奖。没关系，我喜欢你夸我。莫弈同学，方便出来一下吗？找你有点事。我过去一下。
没关系，这是申领表。我向学校申请的山崖木屋的使用权，已经审批下来了。明天去领钥匙。我最近有点私事要处理，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。不用，小事而已。这本诗集是我特地为你选的，如果你愿意收下的话。今天先学到这里吧，下次继续。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宿舍。是你啊！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灵异事件呢。你还不知道啊？最近都传开了。就是从这里到小树林那一带，时不时出现红色痕迹，同学们都怀疑是血迹。那倒没听说，但前段时间的事搞得人心惶惶的，大家都说是前校长害死的灵兽族变成冤魂，游荡在校园里。传言是无稽之谈，之前的事都妥善解决了，也没有任何灵兽族死亡。说的也是，当时的事你们最清楚了。其实我也不太相信，所以才来参加这个夜间冒险活动的，就想看个究竟。知道了。放心，如果真的是血迹，学院不会放着不管。我想，这之中是有什么误会。我们先静观其变，说不定很快就水落石出了。快到了，那明天见。我有一个讨论性质的作业，可以问问你的看法吗？书上说，人类的本质、生存和发展都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。对你而言，群体生活是必须的吗？孤独，那似乎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。
我虽然不是纯粹的血校族，但从小在血校族长大，因此了解这个种族的习性。血校是独居生物，我们的社会观念很弱。我的族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独自生活。我们不同于人类，个体与个体之间有紧密的联系。我来自一片终年不化的雪原，那里广袤无垠，足以让每一个血校族人都拥有自己的领地。当我还是孩子时，短暂地与父母一起生活了几年。只在那时候，雪原的夜晚会亮一盏灯，因为我的母亲是人类，没有血校族那样敏锐的夜视能力。人类和血校的天性终究不同，他们分开了。父亲独自生活，母亲则回归了人类社会。我和他们都很少见面。我那时就明白，对血校族来说，孤独是种稀有的情绪，对人类却不然。我还没有体会过，也许以后会有。抱歉，今天不行。恐怕这段时间，我都不能和你一起自习了。等我处理完手头的事，我们再继续，可以吗？我保证，等过了这段时间，不论何时，只要你需要我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这是我的凭证。没有，这辈子都可以。知道了，我会注意的。你怎么会？没事吧？没关系，是我让你担心了。我没事。你看，两旁本身就不高，就算没有沙发，这个距离也不会受伤的。我们先起来说吧。
其实也没什么，只是我最近在尝试飞行。但我的族人即便保持人形也能飞。也许因为我只拥有一半灵兽血统，能力不完全吧。灵兽族与人族的混血很少，我身边没有可以询问的对象，只能靠自己摸索。我想，通过实践总比空想来得快，所以才会选择一个看上去有些冒险的办法。没想到会被你撞见，吓到你了吧？所以最近休息得不太好。好。同学，正巧碰到您了，能帮我把这张借用单带给莫弈吗？需要他再签一下字。本来之前他来教务办就该给他的，结果我给忙忘了。明天我们就得录入信息了，但莫弈同学今天身体不适请假了，这种情况也不好让他强撑着来教务办。麻烦您了。莫弈请假的时候说会去山顶木屋休息，你应该能在那儿找到他。稍等。别走，陪我一会儿吧。我到换羽期了，雪橇族成长到
能够离家独自生活的年纪时，会开始第一次完全换羽。也包括我的耳语和尾语。这期间，我们需要消耗大量能量来长出新的羽毛，也因为落羽而丧失飞行能力，所以会变得很脆弱。雪橇族在第一次完全换羽前，就能学会维持人形状态来飞行，以此应对换羽期可能出现的危险。如果我不能在换羽期结束前学会飞行，恐怕那是因为我不想在你面前表现得这么狼狈。我知道了，我再也不会瞒着你了。还有一些别的变化，发现了吗？算是吧，我只是随手撒了些种子，没想到它们真的能在悬崖上存活。献给你。那你又为什么藏起我的羽毛？那首诗，你后来自己读过吗？好，到那时，我再念给你听。地上有东西。灵异事件的起源，是浆果掉在地上被踩碎了。只有一点很奇怪，这是学样温室栽培的作物。问问当事人就知道了。水渡族，谁在那里？人类？糟了，他要逃跑。我才不要人类帮忙！也就是说，你确实遇到了麻烦。你是灵兽族，
为什么跟人混在一起？圣希拉学院存在的意义，就是促进人族和灵兽族之间的沟通。你不知道吗？我们不会伤害你。你摘了的浆果掉了一地，我们只是无意间遇见。如果我们真的别有用心，刚才怎么会让你轻易发现？哼，人类最擅长巧言令色，我看你也不是纯粹的灵兽族，沾上坏毛病了。好吧，是我说错了。你如何看待我，对我并无影响。不过，虚假的道歉不也是一种巧言令色的行为？你不必立即相信我们的话，但可以让这一次的迷路成为了解人类的契机。也许有一天，你的看法会改变。你怎么知道？水陆是群居的族群，很少单独生活。再加上你是闯进学院的，不难推测。我记得你们追崇自由，没有固定的栖息地。我想，你应该是走失后不知道如何寻找家人。没错，我是在迁徙时跟家人失散的。你们真的会帮我吗？好，我跟你们去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你对水路说，我一定是能理解人族和灵兽族双方的人，你为什么确信？不着急，等想好了再告诉我吧。在想什么？这是你准备的？你就这么轻易的把秘密基地告诉我了？
怎么突然想起带我来这里？所以，你想帮我找到飞行的感觉吗？现在就很好。我想告诉你，我执着于飞行的真正原因。让我看着你说吧。自习课上我们讨论过，脱离族群的人类会很孤独，学校族却不会如此。当时你问我是否孤独，我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，因为我不清楚那种情绪是否能称之为孤独。我拥有雪橇族和人族的特征，但两个族群都没有完全接纳我。那么，我属于哪里？我想，只有我完全了解自己身份的两面后，才能找到答案。学习人类的生活习惯并不困难，但和真正的雪橇族一样飞行，却不是易事。你会做什么？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？那午休结束了，我下午还有课，下课后再见，好吗？好。那你又为什么藏起我的羽毛？你对水路说，我一定是能理解人族和灵兽族双方的人。你为什么确信？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？那会是你吗？
你怎么现在就来了？想一个人待会儿，跟老师说过后就早退了。你呢？我能飞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原来被喜欢的人喜欢着，就会变得轻盈。我以为你这么着急的来见我，是发现了这点。没关系，先别管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了。你不想听我说出那句最重要的话吗？我也喜欢你。从第一次遇见你开始，我就喜欢你了。即便那对你来说已经是太久远的事，即便那时候我甚至没有以真实面貌见你，你会怪我没有早些告诉你吗？在学校族的习俗中，如果爱上一个人，就应当飞到悬崖，摘一朵花送给他。但真正喜欢一个人时，即使不会飞，也会想摘一朵最特别的花相送。我没想好怎么对你说，也怕你会拒绝，所以我用另一种语言隐藏自己，又期待着某一天被你发现。告诉我，不，做给我看吧。你来了。我正好在温习人类社会学。对人类而言，似乎连符号都承载了许多情绪，听上去很有意思。但我也有些好奇，简单的符号
究竟能表达到什么地步？要一起研究下吗？大概就是你描述自己的心情，我尝试画出对应的符号。准备好了就开始吧。看见你，我的心脏就砰砰直跳，被你注视，我就不自觉地想了解你的内心。我的回答太标准了，但喜欢的确是种心灵的反应。看你的表情，似乎还是对这个答案不太满意。那就亲自教教我吧，教给我心动的真谛。大概是羽毛吧，既是飞行的特征，也能体现出轻盈的感觉。虽然羽毛对我来说，还代表了另一种情绪。毕竟让你撞见了那么难为情的场面，不过，幸好是你。那似乎是种捉摸不透的情绪。有时明明刚和你分开，但转眼又非常想你。想你的时候，我总会回忆起我们在山崖上，我送给你花朵的那天。以后每次见面，都让我带一枝花给你吧，就像今天。自习课快结束了，我记得这也是你今天的最后一节课了。想去天台吹吹风吗？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。用人类的说法，我想和你约会。